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坑宁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棒的消息，可谓是 ChatGPT 的一个重大的更新。ChatGPT 要推出2个新功能，分别是网络浏览功能和70多个第三方插件。有很多朋友之前抱怨，牛鼻印作为一款引用 ChatGPT 的聊天机器人，它是有联网功能的。而 ChatGPT 的话，数据库是非常老旧的，比如说我们向 ChatGPT 询问一些关于2021年之后的问题，是无法得到答案的，或者说天气最新的一些资讯等等。但是在 NewBeing 中，它的功能可能没有 ChatGPT 强，但是我们却能够在 NewBeing 中得到答案。通过网络浏览功能， ChatGPT 能够实现访问互联网，获取最新最准确的消息，并且将无缝的集成到对话中。无论是查询实时数据、搜索最新新闻、查找特定资讯、搜索网页内容， ChatGPT 它可以成为更聪明、更快捷的搜索助手。而且此次更新 ChatGPT 还引用了70多个第三方插件，为 ChatGPT 增加了丰富多样的功能。无论您需要翻译工具、日历提醒、任务管理，甚至娱乐插件库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需求。当然，目前 ChatGPT 3.5 还是没有联网功能的，有联网功能的是 ChatGPT Plus， 也就是 ChatGPT 4。NewBeing 呢，在这一块呢，还是有一个强大的优势。首先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开发人员的推特，它是在2023年5月13号发布的消息。ChatGPT 插件和浏览功能已经面向所有用户推出，也就是下周。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。然后呢，这边 OpenAI 的官方呢也更新了这个消息，我们将在下周向所有 ChatGPT Plus 用户推出网络浏览和插件，从 Alpha 到 Beta， 它允许 ChatGPT 访问互联网并使用70多个第三方插件。我们点开这个链接了解一下详情，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消息，或者是期望 ChatGPT 有联网功能，但是还没有用上 ChatGPT Plus 版本，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ChatGPT 开发说明。网络浏览和插件已经推出测试版，这个是翻译有点问题，应该是3月13号的消息。如果您是 ChatGPT Plus 用户，请尽早体验实验性新功能，这些功能在开发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，我们将通过设置中的新测试面板提供这些功能。该面板将在下周向所有 Plus 用户推出。在这个设置里面可以看到测试面板推出后，您能够尝试2项新功能。首先是网页浏览，尝试新版本的 ChatGPT， 它知道何时以及如何浏览互联网，以及回答最近的主题和事件问题。插件，尝试新版本的 ChatGPT， 它知道以及何时使用您启用的第三方插件。要更新第三方插件，请按照以下说明导航到 ChatGPT.com， 在模型切换中选择插件，在插件下方的列表中单击插件商店以安装和启用新插件。这个功能呢，它是 ChatGPT Plus 用户才有的切换模型功能。如果您想体验这个功能，最好是升级 ChatGPT Plus 版本。要启用测试版本，请执行以下操作：点击个人资料和设置，选择测试版功能，打开您要测试的功能。关于我们推出流程的更多信息，请点击此处的文章。OpenAI 最近宣布向所有 ChatGPT Plus 用户推出网络浏览和插件功能的消息，这个是一个令人兴奋和令人瞩目的进展。从最初的 Alpha 版本到最近的 Beta 版本， ChatGPT 一直不断的演化，而这一次的更新将为用户提供更加出色的智能交互体验。 ChatGPT Plus 推出网络浏览和插件功能的消息，对于 ChatGPT 以及 AI 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这一举措不仅对 ChatGPT 的未来发展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，还对 AI 技术和在其人类生活中的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对于 ChatGPT 来说，引用网络浏览和插件功能意味着其功能和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。 ChatGPT 已经不再局限于已有的预训练数据，而是能够实时访问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，提供更全面、准确的答案和支持。通过第三方插件，用户可以个性化定制 ChatGPT 的功能，满足特定需求。这将为 ChatGPT 用户提供更便捷、更高效的智能交互体验，为他们的工作、学习和娱乐带来更大的价值。而在 AI 领域，这一进展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铺平道路。通过允许 AI 模型访问互联网，我们能够更好地模拟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，使 AI 能够接近人类的认知能力。这将加速 AI 技术的进步，推动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和影响。未来，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我们可以预见到更多类似 ChatGPT 智能助手将涌现出来。这些助手将不仅仅是工具，更可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伙伴。他们将更加智能、灵活，能够理解和应对复杂的人类需求。人们可以依靠这些 AI 助手进行
行更高效的工作、更深入的学习，甚至是享受更富有趣味的娱乐体验。总之 ，ChatGPT Plus 推出网络浏览和插件功能，为 ChatGPT 以及整个 AI 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这一进展标志着 AI 智能助手能够更好地适应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，推动了 AI 技术的进步和应用。随着 AI 领域的不断发展，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智能助手涉及到人类生活中的各个领域，从医疗保健到教育、商业和社交娱乐。AI 助手的广泛应用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高效。例如，在医疗领域 ，AI 助手可以帮助医生进行快速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决策，从而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。在教育领域 ，AI 助手可以个性化辅助学生学习，提供定制化的教育内容和指导，促进学习效果的最大化。在商业领域 ，AI 助手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和预测，提供商业决策的支持和洞察。不过，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，我们也必须关注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AI 的公平性和透明性。我们需要确保 AI 系统不会对特定的人群进行歧视，并能够解释其决策的依据。此外，隐私和数据安全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。确保个人数据的保护和合规性，以及规范恶意使用 AI 技术的潜在威胁，是 AI 领域持续发展的关键。在 AI 技术的未来发展中，人类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。AI 助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会取代人类，而是为人类提供更强大的工具和支持。人类与 AI 助手的合作将成为一种新的工作模式，人们更多的专注于创造性的任务、决策制定和人际交往，而将重复繁琐的任务交给 AI 助手来完成。这将为人类释放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和成就。总的来说 ，ChatGPT Plus 它推出网络浏览和插件这个功能，标志着 AI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。这一举措将影响到 ChatGPT 未来的发展，并且对 AI 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。随着 AI 助手的普及和应用范围的扩大，我们可以期待更加智能、便捷的生活体验。然而，我们也必须密切关注 AI 技术所带来的伦理、安全和隐私问题，以确保其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通过人类与 AI 助手的合作，我们可以开创一个充满创新和机遇的未来。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全部内容。如果有任何疑问或建议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意见。大家也可以点赞，把视频分享给其他人，让其他人也了解到这一资讯。没有关注的朋友，希望点个关注，关注之后也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柯尼，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